这是我见过最惨的女孩。她的双手被手铐铐住，她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并质问他们要干什么。而医生淡淡地说道：我只是给你检查身体。而旁边的护士在清洁手里的钳子，钳子上还留有上个女孩的血迹，然后把钳子递给了医生。女孩十分害怕，她使劲地挣脱手铐，但手铐把她死死地锁住。医生拿着器材，恶魔般的双手缓缓地伸向了女孩。女孩全身都在颤抖着，而医生则心情平静地检查着女孩的身体，直到器材深深地进入女孩身体，女孩再也控制不住，两眼惊恐地看着医生。检查完身体后，女孩们被送到一个屋子里，而前面站着的是日本军人。随后他们脱光衣服，一个日本军人给他们洒上消毒水。随后他们被送到一个个屋子里，这些女人是二战时期最后的慰安妇，她们都是被日军强行抓来的中国和朝鲜女孩。女孩一脸疑惑地看了一下四周，然后走向了被安排好的房间。她慢慢地打开了房间，随后把门关上，开启了她的房间。房间很黑，密不通风，只有一个窗户能弱弱地看到一点光。她坐在床上，只发现里面有一套干净的衣服。此时一个日军来到女孩房间，露出了邪恶的微笑。他走到女孩面前，女孩十分害怕，眼里泛起了泪花。她立刻拿起身边的小提琴，说给日军弹奏了一曲。日军则大步地走到女孩面前，拿起小提琴弹了几下，享受着乐器带来的美妙声响。突然，他举起小提琴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一脚踩碎，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女孩的脸上，然后冲上去狠狠地抱着女孩。女孩用尽全身力气把日军推开，日军下一秒则更加用力，双手把女孩的衣服狠狠地扒开，然后又撕扯她的裙子。从此女孩变成了女人，而这就是二战时期女孩被骗沦为日本慰安妇的结果。第二天，女人们都疼得弓着身子坐着，个个眼里都含着泪水，而妍希在给自己16岁的妹妹清理伤口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很多都是第一次，但3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却嗤之以鼻。她们来到这里都是自愿的，她们认为这是为国家效力，是件光荣的事情。不久，邪恶的钟声响起，人们又开始疼痛。妍希面对这深渊般的生活，她再也没办法忍受了，选择了割腕自杀，却被恰好进来的士兵救下。而救下妍希的是朝鲜士兵小金，他对妍希一见钟情，在房间里也没有欺负妍希，只是让她好好休息，以后他每次过来也只是为了给妍希更多的休息时间。这是进慰安所的日子里第一个没有伤害妍希的男人，这也让妍希在地狱般的生活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欣慰。但天不从人愿，不久小金跟妍希说自己要去前线了，这次恐怕是回不来了。他送给妍希一个兰花发卡，这兰花叫做忘我，希望他不要忘记自己，而妍希也把自己交给了他。两人都希望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能够永远的在一起。不久之后，妍希怀孕了，这是小金的孩子。而军医检查后建议妍希不要再接待任何人，日军肯定不会同意，这样会让他们损失很多。一位日本女人看不下去了，她把自己手里存下来的钱给了日军，才勉强让他休息。妍希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日本女人和其他女人都照顾着她。日本的战况不利，所剩的粮食也不多了，日本女人则会把自己的粮食分给妍希。10月怀胎，妍希生下一个女孩，取名英惠。这天，一个日本兵走进来，随后把门关上，露出一个想要说又不敢说的表情。妍希期待地望着他。日军说小金不幸阵亡了，临死前他嘱咐别人帮忙把自己的相片给妍希。妍希听到后忍不住哭了，日军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便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转身离开。看着小金的笑容，妍希心如死灰，仿佛生活都变成了黑色，没有了一丁点希望。不久，日本战败，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慰安所的日军无法接受国家的失败，选择了切腹自尽。慰安所里的女人们以为自己苦尽甘来，想到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了。但不久，喇叭喊道，让中国和朝鲜的女人到广场集合。她们开心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。日军说马上就可以了，随后枪口对准了他们。
等日本女人带着孩子到场，妍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为了掩盖历史，日军竟然一个活口都没留。妍希把发夹交给日本女人，拜托她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，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惨痛的历史不应被遗忘或者忽视，更不是对双方过错的评说或让后辈仇恨，而是铭记国耻，认清历史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